的地方。千里江山图作为青绿山水的巅峰之作，它更多的是按照山水画的逻辑来做；而清明上河图作为风俗画，也是界画的代表作，它更多的是反映了建筑、器物、人物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细节之美。所以说，一种是壮阔的，一种是精微的，两种的美其实都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这样的一个哲学逻辑，它共同承载了宋代的美学的基座。如果说中国画和西洋画，如果说除了它的画法的聚焦的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的不同，其实也包括它的工具，尤其是它的颜料的不同。那么在中国画当中，我们可能在座的和我一样都比较熟悉的主要是水墨，就是墨分5色或者6色，焦墨、浓淡等等之类的，反正黑的、浅的黑、深的黑、浓的黑等等。那么青绿山水出来之后，是不是因为它的颜料得之不易，特别的昂贵，所以操持这种颜料青绿来画画的比较少？而王希孟是不是除了有宋徽宗做导师的提升导引之外，比较重要的青绿和水墨，你觉得它是不是多少占了一点这个颜色的丹青嘛？所谓丹青的便宜呢？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应该说从表层的意义上来讲，材料决定了水墨和我们的所谓青绿山水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因为材料的得之不易，材料的贵重以及成本都很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到了北宋，尤其是到了像苏东坡、黄庭坚这个时代，文人画的崛起。其实文人画更多的承载的是老庄的道家、儒家的一种结合，更强调一种平淡天真的水墨的趣味，就是极简的艺术表现力。所以其实剔除或者抛除了材料以外，对于整个文化的基座，它也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个人来讲的话，青绿山水和水墨相当于鸟的双翼，它是密不可分的。它是两种传承。其实包括《千里江山图》，在它之前有展子虔的，包括隋唐的青绿山水，到它后面有南宋赵伯驹啊，包括明代的像仇英、文征明，近代像张大千都尝试过青绿山水，但是最终越不过这座大山，就是它真正是孤峰横绝。后面的画家在做青绿山水的时候，不管从气象还是从格局、从技法上，都远远不及18岁的王希孟。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呢是两个翅膀，水墨和青绿。就水墨和青绿其实都是可以有不同的受众，也都是可以有极品或者真品的。那么其实也可以每一个受众根据自己的不同喜好，你喜欢单纯的水墨，你也可能喜欢雕绘满眼的青绿。那么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更多的留给今天的主讲嘉宾，因为我们今天主讲嘉宾呢，除了他自己能画之外，他对于历朝历代，尤其是宋画有比较精深的了解。那么他一共是2讲，今天晚上呢主要是讲苏东坡与《千里江山图》，明天下午3点在龙华书城来讲李清照和《清明上河图》，一个是人间烟火，一个是万里山川。那么1个多小时讲座之后，他会在这个台子上打开，因为我们知道《千里江山图》深藏在故宫，它不能够经常拿出来展出，展出一次，它的青绿的色彩受自然的氧化，就可能会退掉一点，这对后世要不停地让这种国宝藏之后世，也让更多的人欣赏，是会有损伤的。那么他今天的嘉宾呢，带来了他临摹的一幅。大家可以看看他的临摹的怎么样，或者是从中来细品他的一些局部。好，我们掌声欢迎今天主讲嘉宾开讲，苏东坡带您游《千里江山图》。那么我们就开始。千里江山图的话，刚才南老师也提到了，其实100年来整个公开展出只有4次。2个原因，第一个是绢本的寿命到了1000年的这个极限。第二个呢，因为千里江山图用的是矿物质颜料，
而矿物质颜料每次打开都有剥落，所以极难展示。那么最近的一次展示呢，是2017年秋天，我也是非常有幸的在北京故宫看到了这幅1000年前的名画。虽然经历了1000年，但是青绿色依旧熠熠生辉，非常震撼。那么实际上真正走进我们老百姓的视野，还是22年的央视春晚的只此青绿的舞蹈，他用现代舞蹈的方式来演绎这幅千古的名画，应该说是当年的爆款。那么只此青绿的舞蹈呢，也是一票难求，相当于让我们的沉睡已久的青绿色的基因，在那一瞬间就被激活了。那么这幅画好的地方特别多，我认为呢有3个最主要的特点是非常突出的。第一个，尺幅之长。我们知道《千里江山图》的原作是在一个12米的长绢上画得如此的精彩，这在整个中国的传统绘画里面是非常罕见的，用了一批整绢。第二个特点呢，我觉得就是颜色之美。我们看惯了中国山水画的这种水墨特点，包括我们看到李成、范宽、郭熙的作为北宋山水画3巨头，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以水墨为主的风格。那么突然再看到我们的青春色彩的《千里江山图》，这种震撼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我觉得第2个震撼呢，就是青春的色彩。那么第3个呢，就是画家之奇。18岁少年王希孟用这么年轻的年纪画得如此的精彩，这也是非常让人震撼的。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李成、范宽、郭熙，包括我们近代像张大千、齐白石、黄宾虹，他坐实了一个老年画家的形象。就是我们中国画很多都认为是老年画家，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在中年以后的代表。那么一个18岁少年有如此的创造力，这个是非常惊人的。那么接下来在解读这幅画之前的话，我送给大家4把小钥匙来解锁这幅名画。第一把钥匙呢，就是手卷的方式。那很多人会问呢，12米的长卷怎么展示？我们不可能挂在墙上。中国画的长卷呢，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投影。换句话说，它和中国的美学范式是相关的。因为中国山水画它是一种流动的、转折的、无限生长的一种哲学思路。所以我们看惯了像西画挂在墙上的框画，我们猛然看到我们的手卷，就是你左手在放，右手在收，在收放之间，我们有无限种停留的可能性，就像一棵树一样，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开枝散叶，不断的生长。这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第2个钥匙呢，就是关于透视。我们知道中国画的透视呢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画的透视呢是以焦点透视为主。我们看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它的特征呢就是给予视觉的真实感，所有的聚焦点在一个点上，更立体地表现了空间的关系。那么在平面上创造3维的空间是焦点透视的基本法则。那么中国山水画呢，或者中国画呢，则是以散点透视。散点透视它就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你今天游西湖，我们从水光潋滟晴方好到山色空蒙雨亦奇，你可以从早上到中午再到下午，从白天到晚上，你游历西湖的过程就有点像中国山水画的一个欣赏的方式。那么这样你就可以理解到，中国的传统山水画它是在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应该说创造了独特的东方审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山水画解读的方式。那么第3把钥匙就关于取景。刚才南老师也讲到了，其实中国山水画和我们所谓西方的写生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山水画它是一种描绘心中的山水。我们知道中国山水画的画家，他是吸纳了自然山水以后，通过自己的内化咀嚼最后再吐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山水人文画。
这是中国山水画的特点，和我们对着山写生的这样的一种创作方法是不一样的。当然呢，我们的《千里江山图》，它的现实当中的对应的关联景观呢，主要是在庐山、鄱阳湖和长江一带，当然也融合了江南和中原的山水特征。这里面我必须要指出的是，有3个红色的点的位置。第一个呢，就是江州，在庐山脚下的，所谓《琵琶行》里面提到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江州，就是白居易当年被贬到江州做司马，写下了《琵琶行》。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彭泽，靠得很近，他是大诗人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以后，隐居到庐山脚下，所谓南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山就是庐山。还有一个点就是在它的这个位置，黄州的位置，它是宋代大文人、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以后，在黄州创作了他一生当中最好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在庐山的周边呢，是汇集了中国特别密集的人文的这样的一种资源。第4把钥匙就关于它的材料美学。可以说《千里江山图》是一卷奢侈的美。首先它的用料，绢布。据专家考证的话，整个《千里江山图》绢的密度和宋徽宗的《瑞鹤图》是同一批绢，应该可以说它是用了中国当时宫廷最好的一批绢料。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矿物质颜料。我们知道《千里江山图》之所以不变色、不褪色，主要的原因是矿物质颜料。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宝石，千年不变色。那么这2种主要的颜色，石青和石绿，它是用蓝铜矿和孔雀石通过打碎、研磨成细粉，再加上胶，一层一层一层附在绢上，这就是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所谓辉煌的、华丽的、璀璨的《千里江山图》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美学。还有工序，我们在座的很多可能不是专业的画家，这个是非常复杂的。《千里江山图》的工序呢，体现了重笔工彩的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工序，是一卷厚密繁重的青旅山水的经典。我们举这个染为主，这个染就包括什么？像基染、分染、照染、铜染，还有被染，很多种染法。皴法也有。我们知道皴法，中国有什么斧劈皴、披麻皴、雨点皴、卷云皴等等。青年的王希孟呢，他真是天才，他几乎用尽了所有的皴法，包括后面提到3元法的构图，以及包括他的各种染法，才创作了如此辉煌的千古名作。那么我们慢慢的走进这幅画，首先我们能看到卷首。我们知道乾隆皇帝爱盖章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啊，只要乾隆皇帝收藏的名画名作，他都喜欢留下印记。如果他有微信的话，他可能是发朋友圈最多的那一个人。乾隆皇帝在《千里江山图》上一共题诗1首，一共盖了9枚印章。我们通过分析他9枚印章，可以看到他是囊括了中年、晚年，包括到70岁、80岁，到做太上皇时期，他分别打开了这幅长卷，并留下了他的印玺。当然，和乾隆皇帝的题跋相比，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是卷尾的原始的题跋，就是最原始的题跋，就是当朝宰相蔡京他在卷尾的题跋。他这个题跋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政和3年闰4月，指的是公元1113年，他指出了这幅画创作的时间。第二一个，他提出来就是西孟年18岁。他指出了作者是18岁的西孟。第3个呢，他提出来就是上知其性可教，亲授其法。这个上就是那个著名的艺术皇帝宋徽宗。宋徽宗觉得王希孟特别有灵气，所以亲自教授他画画的方法。然后王希孟呢，通过对这幅画的绘制以后呢，献给了当时的宋徽宗，上加之，以此赐成经。就是帮这幅画又赐给了当朝宰相的蔡京，有一种江山相托之感。那么这要提到了我们这幅画背后的一个人，就是宋徽宗。我们知道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皇帝，当然他在政治上是非常崩溃的，也是一个亡国之君，但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呢是非常高的。就是我们可以质疑宋徽宗治国理政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能质疑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艺术品味和他的审美。所以在他的治下的话，他其实是将宣和年代的这种绘画、书法、文化的这样的艺术做了一个集大成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丢掉了是祖国的大好江山，但他留下的是文化的江山。你看这幅画叫《听琴图》，我们看到这是宋徽宗的真迹，他将自己画在了这个听琴图的松树的下面。同时呢，这个穿红色衣服呢是当时的宰相蔡京。这两个人既是君臣，也是一个艺术上的知己。那么再说到我们的作者王希孟，刚才南老师也提到了，王希孟呢，在历史上的留下的信息非常的少。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王希孟他的年龄大概是18岁的时候画了这幅画，20岁左右去世。他仿佛带着某种使命来到了这个世间，然后在对的年纪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宋徽宗，得到了很好的资源，得到了亲自的教授以及很好的一些材料，绘制了这幅千古名画。可以说《千里江山图》是王希孟的青春绝响，只此一卷。那么在接下来在看这幅画之前的话，我想请出我们今天和我一起来讲解这幅画的我们的嘉宾，就是我们苏东坡。我们刚才提到苏东坡在被贬黄州时期，他寄情山水，写下了一生最好的作品。那么他和这幅画之间，我觉得是有一种审美上的一种连接。换句话说，王希孟用他的画笔绘就了《千里江山图》的青绿色，而苏东坡用他的文笔写下了这幅山水这一段山水的一些特点。我让他们俩共绘大宋的千里江山。那么首先来说的话，大家知道苏东坡或者苏轼来到黄州的原因是因为乌台诗案。简单的讲的话，因为他反对或者说卷入了新旧两党的党争，被弹劾以后被抓到了御史台，关押了130多天，然后最后宋神宗呢是判决是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换句话说，他是以一个罪员的身份被下放到长江之边的这样的一个小城黄州，从此他和黄州结缘。我们接下来，我们大家一提到苏东坡在黄州，就会说黄州是使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应该说，在黄州期间，他的很多作品非常有名。但是实际上，刚到黄州的苏东坡呢，他不是一下车就很豁达，就写下《大江东去》，这不可能。这首《卜算子》集中体现了当时苏轼刚到黄州的情景。大家提到缺月挂书童，漏断人初尽。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卜算子》将当时初到黄州的苏轼，他那种极致的孤独、极致的寒冷的这种情绪，勾勒得非常清晰。像有恨、惊起这样的一些词语，在苏东坡的诗词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刚到黄州时候的苏轼，他那种内心的愤懑和委屈。同时，我们看他的日记，2月26号是他到了黄州第26天，他写下着雨冬熟睡至晚，强起出门。他其实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受到了挫折，受到了委屈以后，他白天不愿见人，白天睡觉，晚上出门，这是百无聊赖的人生，天荒地老的孤独啊，体现了一个苏东坡刚到黄州时期这种感觉。我们再接着走，我们知道东坡先生很聪明，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人生就灰色了，所以他开始什么？躬耕田园，放浪山水间。他开始游历黄州的山山水水，在山水之间治愈自己，所以才展开了带我们大家一起走进千里江山图这样的一个山水旅程。我们来接着走，这是开篇。开篇的话，我们看到有一个扛着棍慢慢走到竹林当中的一个画面中的第一人，他是开卷第一人。
它慢慢的走向这个画面。然后我们看到在竹林掩映之间有很多这种篱笆小院，这是宋代的一些典型的农家小院。其实这时候的苏东坡的话，刚好在春天到来之后，他写下了《初到黄州》这首诗，是吧？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扰国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这个时候的东坡，他看到了绕过黄州的大江之下，仿佛有千万条鱼，仿佛闻到了鱼的鲜味。他看到满山遍野的竹笋，仿佛闻到了竹笋炒肉的香味。你看，这个时候东坡是不是他开始变得有点转变？他和刚才的有恨惊奇是不太一样的，他变得慢慢的松弛，慢慢的有点可爱了。我们再接着走，我们跟随着东坡的步伐，我们看到一个波浪形的桥面上有一头驴，还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赶驴的人在悠闲的过这个波浪形的桥。而我们看着东坡先生指的这个方向，这里面是典型的一个宋代的山庄大宅。我们看到有水榭亭、前堂、后室。这个时候的东坡呢，他也想有一个家，因为他初到黄州是住在定慧院，后来的话，由于一家老小都来以后的话，他生活是没有着落的。这个时候他讨得了东门外的几十亩营地，开始躬耕田园。我们这个时候他就干脆自称自己是东坡居士。哎，我们看到他写的像《东坡八首》，看到里面的这些词，他是亲自下地，亲自干活。你看他整理瓦砾，整理经济，烧掉枯草，清理暗井，是真下地干活。这个时候他自己说是面如墨色，像一个普通的黄州的一个老农民一样，他接了地气了。正是因为苏东坡在黄州脚踏实地的扎入到乡土之中，才使他人生有了一个心境的转换，这非常重要。这个时候他也在自己的东坡呢盖了一个雪堂。我们知道在雪堂里面诞生了像大江东去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定风波，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临江仙，还有中国三大行书的寒食帖，全是在这个雪堂之中诞生的。这个50亩的旧营地，也许是中国最有文化含金量的一块耕地。我们再接着走，大家看美不美？美不美？所有的山像一个交响乐一样，前后高低上下虚实。天才少年王希孟将中国山水画的三元法构图用到了极致。大家知道三元法是郭熙提出来的，就是自山下窥视山顶叫高远，自山前窥视山后叫深远，平视山水叫平远。那么有一个远就不得了，你们看那个这个范宽的《西山新力图》是高远的代表，倪瓒的很多是平远的代表，郭熙的是深远的代表，而我们天才少年王希孟三个远都要，所以他的画，他的构图是体现了中国三眼法的构图。我们来走进这幅画，你看，我用了白色的虚线标示了，就是在窄窄的画面上创造了无尽的纵深，是典型的深远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如果我们远足的话，我们要走多远才能走到江的尽头？我们再放大一下看，特别有意思。你看王希孟在很多场景下画了两个在船头的人，两个在屋内交谈的人，还有两个在鱼棚中喝酒的人，还有两一组的这样的一个脚踏船的人。但是还有两个孤独的人，大家看到没有？在一棵柳树下面有一个绿色的衣服的女子眺望着江面，而在船头有一个白色衣服的男子在和他对望。我的解读是，有一个人在等待，江水流春去尽，春天马上就要过去了，有个人在等你，你赶紧回到他的身边。18岁少年王希孟，在整个青绿山水的长卷里，弥漫着淡淡的惆怅和一种少年人独有的那种忧伤，整个弥漫在画卷之中。你如果细细的发现，你会体验到少年的情怀。我们再接着走，这是一组湖中天地，在山水之间的一组精神性极强的建筑。你看它中间有十字主厅，还有外围有三面环廊，有亭有榭，还有这个草庐，还有门庭等等。这是一个宗教性极强的建筑。我想到了
苏东坡的好朋友张怀民，他也是被贬到黄州去的。我用 AR 技术做了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著名的散文：元丰6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意未寝，相与不语中庭，见庭下乳，其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珠白银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珠白？但少闲人如两人之耳。写得美不美？一个85字的小散文，写尽了月色之美。它是一缕月光就把它给叫起来了。所谓千里共婵娟，还是太远了，1里地才能更好的共婵娟。他找到了张怀民，他看到了在月色下的如一个大水缸的承天寺，月色将竹子和松树、柏树的投影，仿佛水草一样浸润在清灵的月光之中。这3句话虽无一个月字，但是月光无处不在。我知道，在苏东坡写很多小散文的时候啊，写得非常的优美。我们不要老说《赤壁赋》大长文，但苏东坡的很多小文章写得像一颗晶莹剔透的宝石一样，非常的优美，耐人寻味。我们再接着走，看看瀑布。我们要感受这种水的声音，能感受到瀑布的声音了没有？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湿气没有？我们看到了一个著名的场景，在草地上，一个先生，2个坐得很端正的学生，这是宋代很经典的一个草地讲学的场景。我们知道宋代的像朱熹，包括苏东坡，他喜欢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在研学，在郊游，在教书，这是典型的宋代的草坪讲学。我们再接着走，这是这幅画最经典的段落。我们选用《千里江山图》，更多的选用这个长桥卧波的这一段。那我们看一下，走进这幅画。我要说的是，宋代的审美是非常高级的。你看，它作为一个桥，它不仅满足交通功能，它还赋予了审美功能，对吧？你看桥的中间，十字形的廊，还有2层，包括蓝色的围布。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围布放下来，江风一吹，整个诗意的画面就出来了。这是宋代审美很高级的。我们看苏东坡修苏堤的时候，他也是6桥，也是一桃一柳，一桃一柳。所以宋代人的审美是美到骨子里头的，它要有实用功能，它还要有审美功能。这叫垂虹亭。我们如果再放大一点看，东坡先生如果在桥上，他会写下“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啊。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用 AR 技术站在桥上来看这个青绿山水的话，就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能看到那种宽厚的、松弛的这样一种青绿色的江山的美。我们再接着走，我们走到桥头，你看啊，王希孟在画笔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联系的。我们来看甲、乙、丙3个人，甲挑着长担，乙在回头打招呼，和家人在打招呼，丙在打招呼。这是一个要远行的人，离开家乡向远处走。还有2个人在打招呼，非常生动的一些烟火气体现在。我们再接着走，这个时候东坡先生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到了黄州以后啊，就没有朋友。我们知道东坡先生在京城的时候，他有很多所谓的往来无白丁，所谓谈笑有鸿儒。到了黄州这个地方，哪来有这么多的鸿儒啊？所以我们来看东坡先生的朋友圈，除了像许大寿、马孟德，还是有政府背景的。那么后面往往是像贬官、乡医、搞音乐的、卖酒的、卖药的、村塾、隐士、道士，还有游侠、农民等等。东坡先生在黄州所谓交接3教9流，他让自己呢从一个高高在上的所谓的士大夫下来，变成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文人，变成了一个胸怀天下的文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转变，就是去掉了他所谓桀骜不驯的那股文人的傲气，慢慢的走向了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文人气。这对于东坡先生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朋友圈其实决定了东坡先生这样的一个气息。我们再接着走，大家看这一段最美的是什么？色彩，我可以称之为大宋的颜色。
帮青绿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来放大一遍来看，你看这段我要跟大家说的，他画的庐山的瀑布，一叠一叠下来，再过了一座桥，再流到了这个水里面去。写庐山瀑布，大家知道最著名的是我们这个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体现了我们瀑布的壮美。如果换到晚上的场景，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说的所谓的东坡先生的创作的状态。我们知道在黄州，他就开挂了，犹如神助。他这种创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用他的话说是“如万湖泉涌，起于当起，止于当止”，就他的神采是随心所欲的。你看《西江月》，他写在黄州的时候，过酒家饮，喝醉了，乘月在一溪桥上，下马睡在桥上。你看，鸡叫一晓，早上天亮的时候醒来了，看到乱山船涌，流水溘然，一带青山折折叠叠而去，流水哗啦哗啦的从桥下路过。这时候他有感觉了，马上掏起笔来，将这首诗写在了桥柱上面。你看东坡先生的创作状态是不是天人合一的？随时有感觉，随时写下来，写下来就是经典。这是在黄州时期东坡先生的创作状态。我们再接着走，大家看到很多人发现不了了，在这个放大了很多倍了。我们看到有2只仙鹤，是不是？还有一个炼丹台，这是体现道家思想。我们再接着走，看美不美？如果你顺着这个竹林小路走下来，走到这个非常简洁的石板桥，再转过来，到了一个高士隐居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哎，这是有完整的一个水边的建筑，宋代的水边建筑，仿佛王维那首诗“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啊。我们再接着走，这一段是我认为最美的色彩，天青色的色彩，包括竹子、竹林，包括我们的水面。你看，我把那个竹中小路也给它勾勒出来了。我们看到船头有一个男子翘首以待，是不是翘首以待？他在等某个人，有点像天青色等烟雨啊，我在等你的这种感觉。如果等来了烟雨，是什么感觉？我做了一个雨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让东坡先生在竹林当中行走的时候遇见了雨，那就是定风波呀。大家知道这首非常著名的词，词中有个小序叫什么？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一耳随情，随作此词。他写下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须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说你不要听那种雨水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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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在竹叶上的声音，你不妨按部就步的就淌着步，唱着歌，吟着小曲，慢慢的走。他觉得这时候比骑马还轻松，因为东坡先生在这个时候他完成了人生的一个重大的功课，他的心境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认为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人这一辈子就是披着蓑衣在烟雨中走过的一生。下阙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霞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东坡先生呢，在这个时候达到了一个高拔的意境，就是他觉得人生有晴天也有雨天，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他认为晴天是可爱的，雨天也是浪漫的，所以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经过黄州的洗礼，经过他内心的一个转换以后，他达到了一个非常高拔的、超拔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意境，所以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是著名的定风波。我们再接着走，走到了这个画面的中间，我们看到仿佛没有路能过去，但是画家留下了3个码头，我们可以乘船进入这个山谷之中，有点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就这种感觉。在青山绿水之间有这么一个人家，一组人家。我们接着走，你看调皮的王希孟将小桥画成 S 型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波浪形的，现在又画成了一个 S 型的桥。这是一个18岁少年的顽皮，哎，他画得非常的灵动。青山如黛，水如烟。我们穿过大宋的风，走过这青绿色的山水，
我们体会东坡先生在山水之间，他在慢慢的放松。就是你没有那个足够的放松，你就没有那个足够的意境。这东坡先生在游历黄州山水之间，他给予创作的一个体会。我们再接着走，你看，这是宋代的一个经典的码头形象，有点像柳永笔下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兰舟催发这种感觉。就是在宋代中国的造船技术是非常高明的。我们明天会讲到《清明上河图》的大船，宋代的造船技术领先欧洲400年。这个时候有什么平衡舵、水密歌舱，还有可放下的这种桅杆等等，体现了中国造船技术的这种科技范。北宋的科技是非常发达的。我们再接着走进这个桃源村，我们给你看一个点嘛，就是大家能看到这个黑色的，这是一个桌子，它还画了美人腿，弧线的美人腿，这个大小呢就有一个豆粒大这么大一点。那么王希孟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所以他大可画山水，小可画眉眼。就是王希孟他是一个既有宏大的又有精微的这样的一个作者，我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接着走，你看这个船是不是马上要开了？几个人在弄的大橹，有一个人在整理桅杆，但是我们看到还有2个人，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在拼命的跑，有点像我们没赶上高铁的感觉，是不是？差一点就赶不上我们的航班了，所以他们俩拼命的跑，我估计也赶不上这套航班了。再接着走，我们到了第6段，烟波浩渺，这种颜色的美，你看你难以想象在1000年前这样的一种颜色，大美的颜色。我们接着走，你看，我们让东坡先生骑个驴吧，因为山崎岖。我们看到，你看有一个小童，他在扫地，但是我让大家看到这个位置，我很希望东坡先生在黄州的居住所叫临稿亭，就在这个位置，它是滨江的一个建筑，因为在这个建筑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敌的视野，看到大汉阳峰，看到对面江对面的寺庙，这是一个视野非常开阔的一个建筑，有助于东坡先生的创作。如果到了晚上，那就是临江仙了，大家非常著名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3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这个写得多好！醒复醉，他不是醉复醒，他是喝醉了醒来又喝醉了，他不愿醒来，他还沉醉在那种不愿清醒的感觉。不管是醒复醉还是仿佛，都体现那种懵懵懂懂的那种感觉。凌晨2、3点钟到家的时候，这时候家童鼻息，家童在打呼噜。你看东坡先生在这个时候，他的文笔非常放松，非常大胆，他打呼噜啊都写到了自己诗词当中。你看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这句话写得最好。他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内心的声音。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应？我这一辈子就没有一天为自己活过，所以我何时才能忘却那些狗狗营营的、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的生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这是东坡先生在《临江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诗词的意境，写得特别好。我们再接着走，我经常问小朋友了，你们发现有几个动物啊？大家会有一头驴，是不是？还有很多人看不见的，有一条狗，是不是？一条狗摇着尾巴从院子里出来，走向它的主人。这个男主人回头看河对岸的2个小孩在玩沙，这应该是一个家庭在带娃，是不是？在带娃，很有意思，这个田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有点像陶渊明写的“欢颜酌春酒，在我园中书啊，微雨从东来，好风雨之句”，这样一种田园的风光和田园的情趣啊，描绘的栩栩如生。我们再接着走，大家看这个地方，我是发现了很久才发现的，有2头鹿，是不是？一头鹿在抬着脑袋在看，一头鹿在低头吃草。这再一次向道家致敬。当然，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一个儿子牵着父亲的衣角，慢慢的走向他们生计的打鱼的地方。这是1000年前的一对父子，和我们现在的一对父子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是吧？特别感动。我们再接着走，你看，到了最高峰，欲兮危乎高载，蜀道之难，难以上青天。这是向皇帝致敬。最高峰在画卷的中间展开，其他的山呢像群臣般的拱卫。
我们在山中间呢有一个缥缈的，有点像宫殿，也有点像皇宫，也有点像天宫，跟我们东坡先生在《水调歌头》说的一样：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高处不胜寒。我们接着走，我想在这一段让大家停留一下，感受一下东坡心境的转换。东坡先生在惠州的时候，他经常在他的寓所上面有一个叫松风亭，他经常会爬山到松风亭上去。但是有一天呢，他爬到一半觉得很累，毕竟年龄大了，爬不上去了，他就望着山顶的亭子，就说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就很沮丧。他转念一想，他说我为什么要爬到山上？我到了这个半山腰，我就看到了风景，我就此下山也无妨。就人到了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到没必要非要争夺第一，没必要非要到达所谓的顶峰。我人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于是想到了如此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就像鱼儿脱离了鱼钩一样，得大自在。他得到了人生的一个启发，就是人一定要放下执念，要顺应自然。这是东坡先生在寄游这个叫松风亭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感触，我觉得非常的有哲理。我们再接着走，刚才提到了庐山的瀑布，我们知道庐山瀑布最有名的当然是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么非常浪漫的想象，这么奇丽的壮观的非常有气势的天马行空的是李白的特点。那我们东坡先生也写了一个庐山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我们看到唐诗上情，宋诗上理，这是唐诗和宋诗两种不同的审美，两个顶级的大诗人分别给我们在一座山里面给我们2首诗有一个不同的体现。其实还有一首写庐山写得好的诗，人间4月芳菲尽，3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他写的也是庐山的桃花。所以3个诗人在庐山各自留下了3个经典的诗词，每一个诗都是不一样的人生况味，各有各的精彩。我们接着走，大家看这是什么？你猜一下，我喝口水。这是宋代的一个官营的水利设施，它是水磨，这水转动了轮子，然后上面带动了磨盘。但是我一直没想通的这三角形的东西，后来我在另外一幅画里面，就五代十国的这幅画里面看到了，这是一个筛子，粮食筛完以后放到磨里面，磨盘里面，再经过水轮来转。如果你不去研究它，或者你不去发现它，你根本不知道王希孟画了什么，那非常有意思。我们再接着走，你看过了最高峰以后，山势逐渐的平缓，逐渐的平缓。江流宛转扰芳甸，我们来走进这段第8段。这段里面呢，我觉得特别像东坡先生在《蝶恋花》写到的“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这种青绿色。但这里面我很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红色圈里面的有一个很小的一个中年男人，他牵着一条狗。这是宋代的宠物，大家不要觉得宋代就没有宠物，宋代对宠物它是一条龙的，有宠物的医院、美容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寄养、喂食等等，就是宋代的宠物也是很发达的。我们看到1000年前王希孟就将一个大胡子的叔叔遛狗的场景画在了这个小细节里面，如果你不细细看的话，你是很难发现这样的一个细节。我们再接着走，3重的院落，内院非常私密，中院有一个门楼，再到外院是一个篱笆院。东坡先生还有一篇小文章，我觉得可以值得大家去欣赏。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脊上，白云左了，清江右回，重门洞开，临峦分入。你看写多好，就是他喝醉了，吃饱了以后，躺在自己的椅子上，然后左面是白云，右面是清江，打开重门，山峦、树木、鸟鸣都来，仿佛全部融入到他的这个以受万物之辈。
这么小的一篇文章，写得像一片天空中的云一样，横放之极啊！所以我刚才说，东坡先生的小文章写得特别的美，值得我们去细细的体会。这就是一篇散文，1000年后我们完全读得懂它。我们再接着走，大家看好老君山。我们的王希孟将太上老君画在了山水之间，一个坐在山水之间的老君的形象，有头顶，有面部，膝盖还有左袖，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太上老君的形象。他再一次向道君皇帝，所谓的宋徽宗致敬，因为宋徽宗信道教，他也讲究政治正确，是吧？又再一次致敬，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你很难发现可能是太上老君的形象。我们再接着这一段，我特别喜欢的这一段，大家看，一个在船上划水的少年，其实这就是王希孟啊，他就没有意义的在用手划水，这是一个少年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情，做着很好玩的事情，还有一个中年人在垂竿垂钓，还有两两的人，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河对岸的一片杨柳之中的一个小院子，有点像陶渊明笔下的方宅10余亩，草屋8、9间。哎，这个非常优美。你看天上是不是有飞鸟？天上还有很多飞鸟，这种自由的、这种浪漫的气息，在杨柳这样的一个树林当中掩映的浓厚。我们再接着走，这一段也有关联。2个在喝酒的男子，打鱼的男子，一个母亲带着2个孩子，你看到没有？一个小姑娘在妈妈的身边，哥哥在前面走，手指着前面，脑袋转向自己的妈妈。我觉得他是3个人在给父亲送饭，他肯定有关联的，是母子3人在给父亲送饭，在开满芦花的江堤上面，给我们了一个亲情的展示。到了倒数第2段，你看一江春水向东流，开始留白了。苏东坡在《赤壁赋》里面写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为之所如，领万顷之茫然。就写出了这种浩渺的烟波，写出这种天地一色的这种壮阔。中国画的留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不能太满，要留白。书法、绘画、园林、诗词、歌赋都讲究留白，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也是取自于庄子的虚室生白的哲学。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下，到最后了，我要讲一下苏轼的《赤壁赋》的一个情节。我们知道苏东坡一个好朋友杨世昌，专门从四川过来陪伴被贬谪在黄州的苏东坡。这个杨道士呢，擅长吹洞箫，我们在《赤壁赋》里面听到他吹罢洞箫以后，就感慨人生啊，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他感慨人生苦短，感慨在这山水宇宙之间，人生太短了。他发出这样的感慨。但是我们的东坡呢，马上来进行这个回复，他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与之而成色，吾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啊！吾与子之所共适也。”他觉得这江上的清风，这山间的明月，我们的耳朵听见就是声音，眼睛看到就成为了颜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绝。在这无限的时空和宇宙中间，我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大自然当中，此刻便是永恒。东坡先生用辩证的方法来论述自己对于时空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他在《赤壁赋》里面达到了人生认识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赤壁赋》成为中国千古第一文赋，也是有道理的。在卷尾的时候，我们的王希孟君呢，浪漫的18岁少年，让淡紫色的花开遍了江岸。这个淡紫色的花呢，大家看得到吗？这是北方的一种泡桐树，它在4月份的时候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有着淡淡的香味。我们的希孟君将整个江面开满了泡桐花，这是多么浪漫的少年，给我们1000年后能看到这样的一种场景：紫色的、梦幻的、浪漫的江岸。在这个江岸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打鱼的、坐在亭中的、行走的，
还有远处的桥梁，在这碧波万顷之下，我们看不到一条鱼，但是我们能感受到有千万条鱼，这样的一种生机勃勃的这样一种感觉。再接着走这一段的话，我觉得是体现了规。如果你单独看的话，你是没有感觉，但是你联系起来看，一个白衣服的男子坐在船头，后面是2艘大船，乙在跑，丙在拼命的跑，丁在和丙打招呼，女主人在探着脑袋，是归隐。我理解是陶渊明归隐，挂竿而去。陶渊明大家知道5次辞官5次归隐，所谓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呢。他一旦就是到了自己很失意的时候，他就要回归田园，特别有意思。其实东坡先生他发现了陶诗的美，他发现了陶渊明质朴文字下那种人生的极致的美。就陶渊明的诗啊，你看起来很普通，一个字一个字都很普通，但是从心中流出来的，他这些字放在一起的话，它就会产生精神的共振。苏轼用他的审美之眼发现了陶渊明诗的魅力，所以他特别推崇陶渊明，是他的第一粉丝，哈哈，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到了结尾，结尾有2处可以给大家稍微放大一点讲。第一处呢，就是大家看这是什么场景？有3个人从船上上来，有2个人从房屋里下来，中间2个人在作揖，这是宋代的访客的场景。当然你们看，有一个后面那个小童背着一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呢？对，携亲访友。这是宋代最高级的一种就是访友，就是我们现在提个果篮去拜访，在宋代他是扛着琴的，叫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王安石写过“明朝有意抱琴来”，这么古板的政治家，他也想抱着琴，他也想和知己之间进行雅居。我们的苏东坡也是说：“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这是历代文人的一个心中的桃花源。高山流水遇知音。走过这个桥，就到了这个画卷的最末端。一个驴队驮着白色的应该是粮食，绕过山冈，有2个划船的人划过这个画面，走向了画外之处。我想最后再总结2点吧。第一点，在如此偏僻而苦寒的黄州，在如此孤独的当年心境下，如何孕育出如此温暖、如此豁达的苏东坡？这是什么原因？大家说种地、交农民朋友、游山玩水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根据复旦大学朱刚老师的研究，他认为这个时候的东坡先生是儒释道融通，这是他之所以取得在黄州之变的最重要的底层逻辑。因为我们知道东坡先生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他的儒家是他的底色。换句话说，你可以理解成儒家的大河在黄州遇见了佛教的大河。他在黄州呢，就是每1到2天就是到寺院里去礼佛，去读《金刚经》、读楞严经等等，他钻研佛法。这个时候他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用他的话说，那么这个时候的儒家的吸收了佛学，同时也吸收了陶渊明的这个道家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所以他使儒家的担当、佛学的超脱与道家的自然三教融会贯通。你说这一条大河，它的每一滴水是佛、是儒还是道呢？三者都有。他在整个黄州实现了三教的融通，形成了一个浑圆完整的高妙境界。这是东坡先生在黄州发生蝶变的最主要的深层原因。我们再总结，最后再总结一下我们这幅画的4个美。首先是结构之美。少年天才王希孟用12米的长卷绘就了经典的《千里江山图》。你看，你随便截屏都是一幅画，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截《富春山居图》，我们截《西山行旅图》，我们达不到这种效果。只有《千里江山图》可以随便截、随便成画，这是一个天才少年的构图的特点。第2个美是细节之美。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啊，我认为特别值得学习的是这种18岁少年的这种专注力。你看，汪洋细波全是细线勾勒出来的，这个让人叹为观止。他一个18岁少年，那么一股子英气，
一股子勇气和一股子韧性，完成了这幅青春的结晶。他画着《千里江山图》，仿佛也画着自己短暂而华丽的青春。再接着走，颜色之美，我刚才提到了《千里江山图》的颜色至为明丽，至为灿烂，洋溢着青春的光感，这是中国绘画史上难得一见的青春的色彩，以后也没有了，以前也没有，这是孤峰横绝。但这个颜色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一遍一遍的这样的一个色相进行不断的晕染，形成了显露隐没多层次叠合而成的这种厚重感。这是中国山水画、青绿山水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其实你理解西方的油画，在传统油画、古典油画里面，它也一层一层的淡淡的在抹。你看提香的油画，它那种黄金的色彩就是一层一层的淡淡的油在抹，和中国的传统的山水画异曲同工的。时间的艺术，还有一个就是意境之美。我经常将《千里江山图》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对比，都是孤峰横绝。一个是《春江花月夜》，应该是夜晚版的《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是白天版的《春江花月夜》，一诗一画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的特点。整整1000年过去了，大宋美学就藏在画卷里，像1000年前的一场梦。那这个梦呢，很快就破碎了。大家知道，在北宋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我们的徽宗义祖皇帝也被掳到了冰天雪地的金国，这幅画也被掳走了。你看这个印章，在卷尾有一个题句叫“寿国公图书印”，这谁的印章？是金朝宰相高汝丽的印章。也就是说，这幅画被掳到了金国以后，由金国的太宗赐给了他的宰相高汝丽。后来金国灭亡以后，又回到了南宋内府，在画卷的前面有一个叫南宋理宗皇帝的叫鸡西殿宝的印，我们能证明他又回到了南宋。后来又到了这个元代被普光大学士收藏，到了清代呢，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有大收藏家梁清标重新装裱。我们现在在故宫里看到的版本就是梁清标装裱的版本。那么再到后来进入了清内府，乾隆皇帝盖了9枚印章。到了清朝灭亡的时候，溥仪带出了皇宫，最后流落到民间。解放后又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000年颠沛流离。幸运的是，这幅画还没有被损坏，我们还可以在经过1000年之后，还能体会到这幅画的美。最后呢，我想用1分钟左右呢，稍微做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我从事的是中国传统审美的一些课件的鉴赏。我的特点呢是将传统的这些经典的画作和诗词以及历史三者融为一炉，打破我们所谓的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这个审美的边界，使它们融为一体。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不是割裂的，它是浑然的整体。只有理解中国的一体化的文化，才能理解每一幅名画。所以我让苏东坡走进《千里江山图》，我让李清照走进《清明上河图》，我让李煜走进韩熙载夜宴图，我让富春山居图、西山新旅图、汉宫春晓图都有诗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的诗画一体的印证。这是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理解。当然了，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今晚是一场美学的盛宴啊，确实很多受众听得很入迷呀。一位朋友跟我说，太漂亮了，太美了，太好听了。那么我当时很震撼的就是 PPT 可以做得如此之美。常常也有些受众跟我说，我讲课从来不要 PPT， 大家都看 PPT 了就不听我讲了。但是有一些的讲座可能没有 PPT 还真不行，尤其是这种美术的。实话说，本来是今天这场活动可能挪到卖场，我跟书城的领导说，今天有非常漂亮的《千里江山图》，何况待会儿还有临摹卷的展示，那么没有一个宽阔的场地可能是不行的。所以我看到这么多细微的，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作者的简介中有的以诗入画，或者是诗画互证。我们经常会说诗史互证，通过杜甫的诗，或者是很多写实派的诗人的诗来解读历史。但是呢，他是把诗和史融在一块儿。我们知道苏东坡和王希孟都是北宋的文人或者画家，但他们两个人肯定没有见过面。因为苏东坡是64岁1011年病逝的，那么那会儿王希孟才多大？王希孟才5岁，所以肯定他们俩没有见过。但作者非常有机地把诗人的诗词，尤其是在黄冈，也就是当年的黄州，那么流放的生活的图式，把它放到里边，不仅仅给我们讲了青绿山水，不仅给我们讲了苏东坡的诗词的赏析，同时还贯穿了一种人文色彩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人无论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从困厄中如残破茧一般，如蝶挣脱他的烦农，他的束缚，挣脱出来。所以苏东坡其实最吸引我们的，刚才我们嘉宾也讲到了，他是儒道佛三家融汇在一块儿啊，儒的担当，佛的超脱和道的自然，这3种本色在一个人身上的荟萃，所意志文化的碰撞或者是吸纳，这是最有力量的文化表现，也是最令人着迷的一种人格的光辉。所以实际上也给我们树立了一种千年以降的人文的标高，是具体的体现在文人苏东坡身上，也可以体现在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上。刚才有一个细节，我看到王希孟那儿，他的老家可以说是现在的河南的新乡下面的一个县。那么他那个年代，他画庐山、长江，或者主要是湖北、江西的这一条河川的风景，他是凭想象的，还是他来过这个地方？这就想到了这个宣和画院的特点。我简单的说的话，其实中国山水画呢，很多的读经典很重要。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宣和画院有个特点，就是宋徽宗时期啊，所有要成稿的画卷都要得到皇帝的审批。就是我认为王希孟的这个山水画的构思啊，《千里江山图》啊，应该是一个团队的行为。主笔肯定是他，但是在前面构思阶段，一个18岁少年不可能游历大江的南北，没有这么多精力和时间。但是恰恰是因为宣和画院这雄厚的画家的资源，还有一些很多我们所谓的宫廷的资源，导致这幅画在构思创意方面有了很好的背书和支撑。在这个基础上面，可以在画卷之中游历山，所以中国的画卷是可游可观可居的。所以他在历代的这些画当中，在宋徽宗的指导下面，在一系列典藏的基础上面，我认为才能共同推动了这幅画的诞生。这是一个集体的行为，我认为。这非常有意思哈，可能就是像我们以前的3结合创作，大家来出主题、出构思。或者是我们以前的电视剧，一套人马班子都坐在这聊出来以后，最后你的文字特别好，或者你的画技特别好，就由你来主创主笔。因为我刚才讲到，你说到有泡桐花，泡桐花主要是在中原那一带，在北方多，南方应该是比较少。我想这可能人家出主意了，这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别的什么东西，或者是王希孟把自己生活地带的一些东西，把它挪到江南的风景里来，这都是可能的。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留一点给我们听众的提问，好吗？我们看看哪位朋友如果需要提问的，我们今天跟老师交流。允许有1到2个提问。我们今天其实有不少嘉宾是从包括龙华，还有平山，还有龙岗，
他们赶过来，哎，确实不容易，光地铁都1个来小时。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光远老师呢，他有一个审美的系列的讲题，里面包括有诗词，也包括有美术，同时呢也有把诗词和美术给串到一块儿。明天下午3点呢，在龙华书城会把李清照的诗词放在《清明上河图》，那么那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一个东西。另外呢，刚才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我不知道，我没注意看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希望，张老师，你是不是有时候也做文化地理导游啊？带着我们去游一游江南，尤其是你老家在常州苏锡常嘛，都是非常漂亮的，而且人文荟萃之地。将来如果有机会，他们可能在做的，如果有机会有希望，大家可以明天到龙华书城再进一步的做交流和沟通，因为这几年的文化地理的找到一个文化人做导游、做解读，这也非常热闹啊，国内国外的都有。我们当然可以从身边做起，从国内做起，慢慢的把它拓展开。但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与线上线下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张国元老师来讲《千里江山图》以及苏东坡。那么，你觉得苏东坡他现在这么多的传记出来了？我想你平时可能除了读他的诗词，他的传也比较多。你如果要推荐一点书，大家完了结束以后到书城去找一找，或者网上去买一买，你跟苏东坡相关的书，你推荐一些什么？当然比较大众的就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流传广的。但是我认为，朱刚老师的《苏轼十讲》也是值得一看的。他会将苏东坡的10个重要的所谓的这个文化的现象或者特点讲得特别透，研究的史料也比较扎实。所以我认为朱刚老师的苏轼十讲也值得大家去学习，他是研究苏东坡的专家啊。苏轼十解啊。对。好，那我看看有哪位还有没有？好，把话筒给那位听众朋友。你好，张先生，非常谢谢你今天能来这个讲台来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您的见解。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如果像我们新的一代的家长，假如说想要培养很小的孩子能够对中国文化以及对这种说话文化能够培养这种远高于学校的要求，但是真正能够让他们对这种文化能够打心底里面的这种喜爱，您的推荐和您的建议是什么？好的，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复杂，我讲2点吧。第一点，我还是希望多看经典，所谓眼高手低。我们现在的很多教育呢，往往会投其所好，就是你在不同的年龄段给予不同的所谓的素材，但是我更觉得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啊，建立一种审美或者艺术的高眼光。你看了《千里江山图》，看了《富春山居图》，看了中国所谓最经典的山水画，你可能对你的审美格局啊，从小就能打下一个江山。换句话说，你可能不太理解，但是你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基因里面有青绿色。有一天你会发现有青绿色，但是你要看它，要了解它。第二点，我觉得呢，虽然很枯燥，像诗词的背诵啊，但是童子功特别重要。一旦就是在少年少女时期没有打下这个诗词的基础，在后面的人生当中啊，你想再积累就特别难。所以我觉得，虽然有时候觉得枯燥，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定是立意高远，同时一定要让它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对中国经典的，包括诗词、书画、艺术、鉴赏等等，要有一个中国式审美。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因为现在的教育很多是碎片化的，包括我们看手机啊、抖音啊，很多多媒体，但是往往会让一个小朋友啊失去了整体感。我们这个时代在小时候没有这么多所谓的多媒体，但是我们可以一个暑假读完一本《红楼梦》，一个暑假听过一篇所谓的长篇所谓的点评，也可以通过很长时间研读一幅画，这是建立整体感特别重要的必备手段。
如果你都是3分钟以内的东西，那你就没有整体感，你就是破碎的。这对于小朋友建立一个整体逻辑和思维啊，特别不利。所以我觉得在看经典之外的，主要是建立一个逻辑的整体感。这个小朋友如果一旦受益的话，往往会受益终身的，真的。因为信息是随时可以变的，但是整体感是要从小树立的。谢谢。两点啊，一个就是在合适的年龄读最好的书。小学阶段你读的小学的，你读的课外书比你的同学可能都高一筹，中学、大学都是这样，而且精读和泛读的结合，再一个这种整体感与你的阅览的层次、数量，还有没有人引导也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想深圳在这一点应该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它的包括深圳书城、各大图书馆，还有各个街道，各种活动都特别多。除了这个月是4.23世界读书日有很多活动，还每年有一个读书月，11月读书月，活动琳琅满目。所以今天我们的家长，你看我们前排就坐的有一个高中生和他的父母同时从观澜那边赶过来，我们平山高级中学的老师李老师啊，不停地在那拍照记录。我想有一些图片他可能会分享给他的学生，他的高中生。所以这类的活动，这种导读有时候是1个小时、1个半小时，但是它容纳了一个作者、一个研究者很长很长时间的研究审美的一种心得，所以特别难得。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时间走进我们深圳书城，走进我们各大图书馆。我们这个晚8点周五文学坛呢，从5月份开始可能会有些变化，就是我们在大台阶有时候会挪到里面的卖场，我们注意看海报。如果大家没有在这个群里，可以待会儿加一下我们1楼主持人文化书城主持人刘小丽的微信，可以进到这个对话大家群里边。一个是及早了解海报信息，还有一点，如果是刮风下雨或者来不了现场，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在线上看。但是确实线上线下有时候效果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由你自己来安排出行的时间和选择的地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10分钟呢，我们要给今天的晚8点的嘉宾把他的临摹的一个高仿的一个千里江山图，徐的按照手卷的格式给它慢慢的打开，我们来就近来做一个欣赏。我们可以到前面排好队。好，我们好的，我先准备一下，请那个关掉直播吧，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欣赏的状态，常见的状态。好，我们明天下午3点龙华书城继续我们今天晚8点的嘉宾张官演讲，李行照带我们走进《清明上河图》。我们下周五晚8点的活动可能在卖场，我们明天下午3点，下周五晚8点不见不散。好，我们大家合个影，坐之前别动啊，跟